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这期影片我想来聊一下36计。在中国古典兵学的谋略宝库中，36计是一本颇具传奇色彩的专讲军事谋略与诡诈之道的兵书专著。说其颇具传奇色彩，是因为关于36计的作者、成书和流传过程，至今还有许多谜团难于考定。目前所见的最早的36计版本是1941年成都瑞琴楼发行，新华印刷所排印的翻印本。该版本为小32开，图纸印刷。它根据的是同年从滨州（今陕西滨州市）一个旧书摊上寻得的一个手抄本，上题密本兵法数字。至于其撰于何时、撰者何人，又由何人所抄，并无明言，而历代书目也不见著录。1943年，舒和先生在成都一个冷摊上偶然得到了这个翻印本，并在1961年9月16日《光明日报》的东风副刊上予以介绍，这才引起了世人的关注。1962年，舒和将翻印本赠给北京的解放军政治学院。同年，在原解放军政治学院任职的吴谷、姚伟先生对该本做了译注和标点，由该院图书资料馆予以油印，供内部研究参阅。1979年，吉林人民出版社又将吴谷先生的36计译注本公开出版。译注者在前言中说，目前手头尚未找到第二种本子。此后出版界出版的种种36计基本上依据的是此版本。36计的说法最早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，传载南齐大司马王敬则起兵造反，齐明帝父子在宫中听说叛军即将杀到，仓皇欲逃。王敬则得报，说道：“谭公36策，走势上计，汝父子为应急走耳。”谭公指的是南朝刘宋的大将军谭道济，其人以多智善谋而闻名，曾与北魏军作战，在粮草不济的困境中，以唱酬粮杀的逼真表演迷惑对手，最后全军而退。这里的谭公36策显然不是书名，而只是形容谭道济的足智多谋。走势上计也并非其中一个计策，而是讥讽他最擅长的是逃跑。至于将36计作为书名，始发明载。1962年，吴谷、姚伟先生在译注36计的过程中，最早提出36计成书年代当在晚明或清代的推断，并认为与历史上的反清运动有关。其主要根据是晋人朱林所著《鸿门志》载有36注的名称，与现行的36计除个别计名略有不同外，其余都一致。朱林还在附注中说，36注又称36计，即36种计策，用兵处事无往不利，所谓神机妙算，故称之为鸿门哲学。这一说法得到马南村、邓拓先生的呼应。邓先生曾仔细研究过据成都新华印刷所翻印本而重印的36计。他说，仔细一看，这个油印本的错字很多，文字也有许多地方不通，似乎可以断定他所根据的原本绝非古书，也不是名家高手所作，因为古人所谓36计原来并没有详细的内容，只是借太阴66之术表示阴谋诡计多端而已。后人加以推演，才出现了不同的解释。那么这个后人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人，是谁？邓先生也未作定论。后来于汝波、于泽民、任立珠先生在此基础上又加以考证，认为从36计原文的内容分析，此书不可能出于一时一人之手，其正文部分可能成熟较早，很可能是元明时的文人附会南齐书等所记之言编撰而成。之所以推断其出现于元明之时，主要依据有三：其一，此书记名所用的成语大都在元明时广泛流传；其二，分类按条阐释兵法是明朝兵学的最突出特点；其三，运用义理推演兵法也以明朝最为盛行。所以大致可以认为36计在明朝已经成书，而写成之后又长期秘而不宣，至近代才有好事者为之加暗语，并超出公之于世。当然其具体作者至今仍然不得而知。
36计对计谋按数字排序，共36种计谋，每一计均由计名、结语、暗语3部分组成。其中结语主要是以点睛之笔指点本计的主要含义、适用条件和实施办法，文字极其简练。暗语是对计名和结语的阐释和发挥，大多征引宋朝以前的战例加以印证。全书首尾还各有一段文字，原无标题。五谷先生在校注和标点时，按其性质分别标位总说和把。总说，结语6636，数中有数，数中有数，阴阳谢理，记在其中。机不可设，设则不中。6乘以6是36，奇数中隐藏有谋略，谋略中包含有奇数。阴与阳和谐统一，相反相成，计谋即在其中。计谋不可以凭空设定，凭空设定往往招致失败。暗语，结语中数不中理，盖理数语自明，而数则在言外。若图知数之为数，而不知数中有数，则数多不应。且诡谋权术原在事理之中，人情之内。倘事出不经，则诡异立现，差事惑俗，而计谋泄矣。或曰，36计中每6计成为一套，第一套为胜战计，第二套为敌战计，第三套为攻战计，第四套为混战计，第五套为并战计，第六套为败战计。结语注重于揭示奇数的奥秘，而不注重于说明一般的事理，因为一般的事理自有常用的术语可以明白地加以解释，而奇数的奥妙却往往无法用言辞来描述。如果仅仅知道诡谋权术的外在形式，而不知道诡谋权术中所包含的一般规律，那么使用诡谋权术大都不能获得成功。何况诡谋权术原本就存在于一般事理之中和普通人情之内，假如计谋违背了人情事理，就会立即表现出诡诈异常，引起常人的惊讶和疑惑。这样一来，计谋就暴露了。有人说，在这36计之中，每6个计组成为一套，第一套是胜战之计，第二套是敌战之计，第三套是攻战之计，第四套是混战之计，第五套是并战之计，第六套是败战之计。8. 暗语，夫战争之事，其道多端。强国练兵选将择敌，战前战后一切施为，皆兵道也。为比者，大都有一定之规，有陈例可循，而其中变化万端，挥诡奇绝，光怪陆离，不可捉摸者，绝为对战之策。36计者，对战之策也，成大将之要略也。贤常论之，胜战、攻战、并战之计，优势之计也；敌战、混战、败战之计，劣势之计也。而每套之中，皆有首尾次第，6套次序亦可言以因。原文下阕。有关战争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很多，增强国力、训练军队、选拔将领、选择作战对象，凡战前战后的各种活动，都属于军事斗争的范围。所有的这一切，大都有可遵循的规则，也有一些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可资借鉴。但是其中变化万端、奇绝诡诈、千奇百怪、不可捉摸的战场情况，就属于作战策略的范畴了。36计就是这类对敌作战的谋略和对策，也的确是高级将领必须掌握的用兵要诀。我闲暇时曾对此做过一些探讨，认为胜战、攻战、并战这3套计谋，属于优势条件下对敌作战的策略；敌战、混战、败战这3套计谋，属于劣势条件下对敌作战的策略。而每一套计谋都有它的首尾和次序，6套对策的次序也可以用阴阳变化的原理加以推演。原文下阕。那么好，这期影片就先讲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